嗨，我是陆老板。为什么现代人这么难脱单啊？好像单身的人越来越多哎。我们先排除那些本身自己选择单身的人，因为有很多人是并不想单身，可是却被迫单身哎。刚好最近我的共同朋友们举办了一场男女的联谊，我从里面看到一些问题，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我从这场联谊里面看到什么问题呢？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男方女方的背景，就是一群男生跟一群女生联谊。男生这边是某个公务机关的，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然后基本上也不会失业，会有退休金，然后工作非常的稳定，工作内容也没有高危险性。通常就是你父母听了应该会觉得蛮棒的那一种。好，年龄大概在28到32左右，男生的月收入大概在6到8万之间，然后随着年资还会增加，因为毕竟他们才30岁上下而已，所以预期可期，以后应该是会接近10万左右这样子。好，这样的条件的男生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我觉得很好。PR 90吧？什么PR 90？哦，不错就对了，就只差再来看颜值嘛。哎，对，人家会愿意去跟他们联谊，对不对？会。好，那女生这边是怎样的背景呢？某家私人公司的同事，没有特别高的社会地位就正常，工作稳定性也没有特别高，也是正常，但是就是都比较年轻。女生的年龄大概是22到27左右，月收入大概是3.5到5万之间。那他们等于是两群很想脱单的人，照理说配对的几率应该蛮高的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好，结果后续不是很开心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根据现场状况的说法，男生都很积极努力想要认识女朋友，但是聊到收入之后，彼此有一点点不太开心。哪里不开心？哪里不开心？就是呢，女生问男生说：“你们这个工作好特别哦，怎样？可这样子的话，那收入是多少啊？”好，很自然就聊到这样子嘛。然后男生就说就6万啊，或7万左右这样啊。有时候奖金领下来可能有到快8这样。好，这听起来是蛮好的吧？他们才30岁左右我觉得以这个年龄来说，他们收入是偏高的哦。因为很多30的男生是还没有到这个收入哦。但女生给他们的回应却是那还好而已。就女生就听完6或7或。有时候偶尔8，还好而已。哪里还好？对，然后所以男生有点傻眼，男生有点觉得不预期女生是给他们这样的反应，他们觉得自己算是高收入的男生了，所以他们有一点点被打击到哦。这根据男生的说法，那男生就反问他们说：“那这样子收入要多少，你们才会比较看得上或比较喜欢这样子？”赚3.5的女生就说：“我不能接受男友没7。”然后4的女生说：“男友必须赚8。”5的女生说：“没有10不考虑。”也就是说，几乎都是自己收入的2倍。那现场的男生等于几乎都被打枪嘛，因为等于你只有3.5的女生可以选，超过的都看不上你，所以他们有一种集体被打枪的感觉。然后他们跟我说的说法是说：“靠，我30岁而已，没有赚8万10万，算低薪吗？竟然这样把不到妹。”会不会是因为他那个长相不行，所以他们就用另类的方式拒绝？有可能。可是因为他们确实刚开始态度都很好，是讲到收入这里突然有一点对，所以男生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？好，这是男生的说法，因为我是两边的人的朋友，所以我就先听到男生的说法是这样，那我就再去问女生那边。但是我想先请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女生是不是真的会用自己薪水的2倍去定义未来的老公或伴侣要赚这个钱啊？会吗？我不会，我也没有。不会，你们不会把自己薪水乘以2倍去选男生？他只要不要比我低，然后比我高一点点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所以如果你赚5万，他6万可以啊。所以你不会用你赚4万，他就要8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我还要看就比如说我赚4万，但4万我都可以自己花。可是如果他也赚4万，但是他要付很多什么房贷、车贷，就相对是像感觉比你穷一样都4万的话，我也不行。所以重点不是他赚多少，是他的可运用预算有多少，对吧？他比你更细一点。对，你要不要学习一下？我要学起来。那我就去问了女生那边的说法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什么经济问题、收入问题都没有。他们就跟我说，对那些男生没感觉啊，或者是不帅啊，都没有人说是经济的问题。然后男生那边就说，我觉得这些女生这样子是交不到男朋友的。我说什么意思？这些男生说，我跟你们讲啦，那女生动不动要赚8万10万的男生，真的赚8万10万10几万的男生也看不上你们啊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赚10几万的男生他就不是要赚4万的女生啦，他也想要挑6、7万赚8万的女生啊，谁要赚3、4万的女生啊？我说所以男生想的是，如果今天我赚到10万10几万的时候，我也不会挑收入只有我1/2的女生。他们要挑的就是跟我只有差一点点，例如我赚10万，那你应该赚8万，或者是7万。那我如果赚8万，那你应该也要6万吧？他也不会去追4万的女生。这些男生的意思是这样。哇，大家想的那个2倍的男生其实看不上你。然后我就跟这些男生说，但是如果女生赚到6、7万，那以他的2倍来说，他不就又要12到14万收入的男生了？那又变成他又看不上你了。对啊，那到底谁看不上谁？那永远不要在一起。对，所以是不是永远配对不起来？因为女生想的是2倍薪，男生是你的2倍薪的时候，他又看不上你，所以两边一直配不起来。对，所以不是没有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要配对，是他们配不起来，连不了线，蓝牙连不起来。
哇，对，就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男女朋友很难认识到对方，我看起来大家要认识对方不难啊，联谊其实很多，不管公司与公司的或朋友与朋友的，其实联谊不难，或网络交友都不难。但是配对起来不容易，因为大家的条件对接不上。原来是条件，是，对啊，我觉得认识男女生没有那么难，但是你要喜欢他，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容易。再加上你又要再乘以一个经济条件的考量的话，那这些男生就那次的联谊回来就整个很不爽，可能是自信心也受到打击，还有一方面就是觉得这些女生太挑了啦，动不动都要2倍薪，哪来那么多2倍薪的男生喜欢你们？然后他们的论点就是啊，真的我赚2倍薪的时候，那我要的是收入更高的女生。对不起来，对，是不是两边的需求完全对不起来？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，或者是可能稍微有点好感哦，但是就是在这边女生却不，因为女生觉得她赚的不够多，不是没有好感，但是可能就是收入没有到她认为的2倍，所以我有一点觉得女生是不是有一点被自己的2倍薪这件事情卡住了？而我觉得有时候恋爱脑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在意，那这样反而恋爱脑还比较好脱单。因为他没想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比我多1万都好，就一样也可以接受，或者是再多一点点。好，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留言一下，你希望你的伴侣的收入是多少？例如1跟我一样就可以了，不要比我差就好了。2是至少要比我多一点吧，多5000多1万多好。第3个是幅度要再多个20-30%啊，例如就是我如果6万，他应该8万；我如果5万，他应该7万，就多个2万嘛。好，第4个是你就是一定要2倍，没2倍过不去。第4个应该还单身很久吧？你也这样觉得哦？对啊，是很难欸。对啊，对，但是我确实是认识蛮多女生朋友是这样子想的，哇，就是没有2倍他看不上。他们的情路还顺利吗？然后这些男生的想法就是觉得他们要被打到回归现实，有点像你刚刚讲的这样，就是你这样顺利吗？你这样交得到男朋友吗？那你们可能要面对一下现实，没这么多这种收入的男生，或者这种收入的男生也未必喜欢你，他们就觉得这些女生自己要头脑清醒一点才交得到男朋友。可是这些女生会觉得，我不要委屈自己啊，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？没有男朋友又不会怎么样，条件不好我们就不要啊。是吗？有点点头，你在墙头草，会给他挑到的那一天，你就这样，但我不选是，就是，反正女生觉得说我不要委屈自己，我既然自己的经济能力不错，我对我的另外一半有一定的要求，难道有哪里不对吗？他要高品质的单身。如果没有到这样，那我宁愿单身。女生是这样想的，有道理，也有道理。但我选2，你选2就是比你多一点点就可以接受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留言一下，你觉得你是哪一种？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身边的朋友因为这样子而配对不起来被卡住的？那你是觉得应该继续跳下去，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呢？啊，如果是男生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因为这样被打架？我发现非常多男生有这个经验。真的假的？就是心里面觉得，哎，女生真的条件很高，这样子我们真的配不上你们。对，男生好像蛮多这种怨言的，我已经听过太多，无论薪水是什么程度的，好像蛮多都觉得，哇，女生真的要求好高，这个我们真的没办法这样子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我们都还年轻，例如我们都才30岁、27、28岁，老实说，我们的薪水不会是固定的。你未来还有20年的职涯、30年的职涯，我们的薪水不会是现在这个薪水。所以你要用现在的薪水就去定义，你要是我的2倍，他可能要大你不少，10几岁吧，对不对？同龄人都28、都27，或只大我2岁的情况下，我们差不多不是正常的吗？除非他家境很好，他不用赚钱，他是富2代什么，不然通常差不多不是很合理吗？因为你们是同龄人啊。对啊。那你要收入比你到2倍的，那他要大你个8岁、10岁，要借2倍，对，多你奋斗个10年合理吧？我是这样觉得啦。所以也许女生这样真的会阻碍到自己的一些机会。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倾向那种，如果这个人的人品、价值观各方面我合得来，工作上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各自在努力。因为我认为还有20年、30年的职涯，你会再加薪，我也会再加薪，都可以经济能力有更好的时候。可是我不会压在27、28岁就觉得你应该赚多少，这不是永远的他。对啊，是有些潜力股的。OK，我想问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跟一个男生暧昧，其实我也都不会要他付钱，我都自己付。然后后来我想要去逛一些比较贵的店，我就发现他会很自卑，有压力。对，怎样自卑？他不敢进去，还是进去他会有什么态度？看他进去，他就觉得哇，你平常都逛这种哦，然后就会给我一种好像他有压力，他不太 OK 的感觉。懂。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女网友说，跟就是刚认识的男生还在暧昧的，他就买了一个专柜品牌的粉饼，想说啊刚好补货这样子，然后结果男生就觉得很贵，就是哇1500，然后那个男生就在后面喝饮料的时候跟他说，那你常常都要买这种名牌化妆品哦，那这样子你经济能力很好吗？或者是那这样1个月不就要花很多钱？女生就心里面有点觉得，哦，
就像你刚刚的感觉一样，就是他好像有点压力，觉得我们好像很会花钱还是什么，他有那种感觉。我会因为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没办法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你会怎样？我就因为这样，然后就觉得暧昧就到就不会跟他那么有热度了。就会觉得好像彼此花钱的价值观有一点点不合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他好像觉得你这样太浪费了，或者是女生吃的某些餐厅，男生会觉得这个不会太贵吗？对。所以你看，经济能力或是用钱的价值观，确实是现在大家男女朋友交往很大的一个鸿沟。对。但是我觉得用钱价值观比较相符，在一起确实是比较好啦。不然可能后面他就开始管你，你也觉得很烦。对。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我又没叫你付，然后你在那边一直碎碎念，好烦哦。你在花你的钱呢。对。所以我觉得价值观相符，在一起比较好。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奋斗时间的。我们都才不到30岁或30岁，我们还有几十年时间可以奋斗。不要用现在的收入去定义对方，会比较好，有一点点彼此一起努力的空间嘛。那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点，应该是现在很多男女无法脱单、无法配对上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今天提出来探讨一下。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留言给我们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